我是蛇先生。2085年，我出生在推市。那一年的推市已经因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而走向衰败，生活环境变得非常恶劣。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却只能延缓，无法挽救。2120年，推市的环境已经糟糕到完全无法生存了。99%的人类被冷冻起来，只留下了1%的人继续寻找出路。我所在的特殊移民管理局提出了重生计划，即让人的意识穿越时空，回到过去，进入自然死亡的身体中，在物资丰富的时代更好地生活下去，并运用更先进的经验知识，改变过去破坏环境和资源的行为，逆转绝望的未来。重生的载体是携带有人的意识与基因的修复试剂，该试剂能够穿越时空，进入过去已死亡的身体，并对身体上的所有伤病进行一次修复，让死去的身体重新复活。身体的意识会被未来人占据，这样不会发生意识争夺的情况。重生技术需要将本体意识完整提取到基因中。如果参加重生计划，代表着本体的意识将在此刻彻底消失，且如果在过去复活的身体再次死亡，其承载的基因和意识也会彻底死亡。但即便如此，大家还是趋之若鹜。比起在黑暗中绝望等死，大家都对过去有着阳光的日子充满向往。重生计划会严格筛选，只有天赋的儿童才会被选中。2012年5月30日，我8岁的女儿小蛇，以及我大妹巴蛇和大妹夫赫舍蛇的女儿赫尼巴同时被选中。两个女孩从小就是好朋友，这次她们可以一起重生，也算有个伴了。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建筑师，她重生到过去后，我们父女俩此生可能都不会再有相见的机会。于是她与我约定，长大后她会努力成为有名的建筑师，在无数建筑上留下名字，并建造一栋独特的建筑，让身处未来的我看见。肉体和意识会消散，但建筑会留下很久很久。那些建筑将代表它与我在未来重逢。每一个重生者去到过去，总能对推世造成一些细枝末节的改变，这是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。特殊移民管理局也一直通过特殊方法监管着这些改变。女儿离开后，我一直关注着推世的变化，然而写着女儿名字的建筑一直没有出现，其他的重生者也没有做出什么有用的改变。2123年5月，我决定重生到过去，找到女儿的下落，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凭借在特殊移民管理局工作的便利，我早已掌握了重生技术，并偷偷复刻和改良了机器。我的大妹夫赫舍蛇、大妹巴蛇因为思念女儿，想重生到过去跟她团聚。我的二妹金蛇、二妹夫白蛇、小妹月蛇也想重生，去亲眼看一看真正的青山绿水。我跟他们5人约定好，等我重生成功后，会找机会让他们也过来。2123年6月1日，我启动了自己制造的重生机器，成功重生到了过去。2023年6月1日，我成功重生到一具男尸身上。醒来后，我马上开始追查女儿的下落。我的女儿重生到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夫妻家中，这对夫妻不是好人，经常虐打孩子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推下楼。我的女儿刚好重生在了这个被摔死的女孩身上。女儿重生后，还是经常被这对夫妻虐待，最终她也被虐待致死后扔进了水库里。我重生过来的时间太晚了，我已经来不及救我的女儿了。而大妹巴蛇的女儿重生到了一个叫做古德宝贝的身体上。古德宝贝因为在推土村街头流浪，被这对夫妻卖到了人为善创建的晕岛，成为富豪追求长生的耗材库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发现其他重生者生活的也并不好。现在的人从不将警示和劝告放在心上，他们生活在平安富足的环境里太久了，变得懈怠、自私且残忍。他们肆意挥霍的是未来的我们无比渴望却求而不得的东西，
他们根本不配拥有这些。特移局的重生计划还是保守。女儿的死让我明白，只筛选未来有天赋的优质人才去重生是不够的，应该让更多未来人重生过来。我们会比现在的人更团结，更珍惜环境，创造出更好的未来。我决定进行新重生计划，收集甚至制造更多的尸体，让未来的人都重生过来，一起建立新世界。我在重生前制造了一个时空通讯器，以便跟弟弟妹妹们联系。2023年6月30日，由于重生无法携带物品，我需要用现在的材料做出通讯器，再将其调整到跟2123年的通讯器相同的频率，就能进行对话了。我告诉弟弟妹妹们，我可以帮助更多人重生，让他们帮我召集更多愿意加入新重生组织的成员。2023年7月15日，我匿名给宁灯泡投资了一大笔钱。我在未来的资料里看到过他之后会搞一个杀戮直播，很符合我的计划。我可以收走死在杀戮直播里的尸体，作为重生的载体进行储备。我还想办法获得了人为善的客户名单，那些自私残忍的富豪拥有无数资源和话语权，正是重生的最佳载体。当准备好足够的载体后，我会先让一部分组织成员重生过来，让他们在推市各个地方安装炸弹，制造爆炸。当大灾难发生后，全推市人都会去紧急避难所躲避，届时我就会释放毒气，毒死所有人，让整个推市的人都成为重生载体。2024年9月，新重生计划的准备都差不多了。我计划让弟弟妹妹们也过来帮我。大妹夫赫舍蛇、大妹巴蛇提出，他们想要在古德宝贝的父母，一对很有名的画家夫妇古德福赫和金沟拜欧身上重生。这两人虽然死于1925年，但他们一家3口的尸体一直保存在推土村古德豪斯的冰窖里。二妹想要一个勇敢的身体，二妹夫白蛇也偷偷拜托我，让他重生在一个跟自己长相相似的人身上。三妹月蛇想要可爱的身体，要求很多，都是自己的亲人，也只能惯着了。等我找齐这些身体，我就准备执行重生。2024年9月15日，我来到推土村，发现古德豪斯被一个叫推太野的人收购了。他在做尸体买卖生意，正好可以跟他合作，保存我需要的载体。由于原本的重生技术只能随机重生到尸体身上，为了满足弟弟妹妹们定向重生的需求，我需要再将重生技术改良一下。